男人狼吞虎咽地吃着2年前腌制的腌海雀，身旁的女人也不遑多让，生怕这美味被男人一扫而空。旁边的小男孩眼巴巴地看着，等着大人的投喂。腌海雀大家都知道，这是一种散发着恶臭、堪比生化武器的食物，为何因纽特人却将它奉为美食？他们如何忍受这种恶臭呢？因纽特人也是实在没得吃了，不然有香的，谁愿意吃臭的？这腌海雀比鲱鱼罐头还要臭，有些国家甚至禁止在公共场合吃鲱鱼罐头，这东西谁吃谁知道，实在是难以忍受。而腌海雀散发着一股死老鼠的味道，比鲱鱼罐头还要令人发指。因纽特人把这样的食物当美味，实在是迫不得已，他们连填饱肚子都困难，哪里还能挑挑拣拣？他们生活在北极圈内，温度在-25度左右，在最冷的时候甚至可以下降到-70度。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，能活下来的生物少之又少。当地虽然有植物，但可以当作没有，几百年才能长高一点，植物都没有，就更别说蔬菜了。真想靠这点植物填饱肚子，补充维生素，那可能早就小命不保了。因纽特人平时是有啥吃啥，像是海豹、北极熊等等就是他们的食物，食用方式也非常简单，那就是直接生吃，也不用生火做饭，那里根本没有燃料，只能吃生肉。想不起来，腌海雀还算是一种比较讲究的吃法。男人们拿着捕捉网，坐在石堆上大手一挥，这空中飞行的海雀全都成了他们的食材。这是因纽特人每年最盼望的时刻，每到夏天，北极地区会飞来很多海雀前来繁衍后代，这对因纽特人来说是储存食物的绝佳机会。这密密麻麻的海雀随便一抓就是一大把，比起在冬天几个大男人一起去狩猎一只北极熊，捕捉海雀可以说是轻而易举。抓到足够量的海雀后，因纽特人就会直接将这些海雀塞在一只海豹的肚子里，这只海豹必须是前不久刚捕捉到的。将这只海豹开膛破肚，挖出内脏稍作处理后，就可以将这些海雀塞进海豹肚子里了。随后，女人们会将海豹的肚子缝合起来，男人们在海豹身上不断踩踏，排出海豹体内的空气，避免空气进入。完成这一系列操作后，最后在海豹腹部的缝合处涂上海豹油，用一块巨石压在海豹身上，这样就算完成前期操作了，只等2年后腌制成功了。在这过程中，不需要对海雀进行任何处理，虽然制作方法较为潦草，使用的工具也非常简单，但这对因纽特人来说是一道比较复杂的食物了。毕竟因纽特人抓到其他猎物都是直接生吃，而腌海雀则不同，抓到海雀后还要将这些海雀进行腌制等一系列操作，也算是经过简单的处理。在当地人眼里，腌海雀算是一种比较讲究的吃法。男人正在享用顶级美味腌海雀，看他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，很难让人将他和传说中臭气熏天的腌海雀联系在一起。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一道美味佳肴，在因纽特人眼中，这腌海雀确实算得上是美味。只见男人撕下一块肉，在口中嚼了嚼，又开始吸食腌海雀内部的汁液。这汁液可是腌海雀的精华部分，经过2年的腌制，内脏已经被完全分解，即使不将它全部稀释干净，也会将汁液混合在其他食物内全部吃干净。这种吃法实在让人无法接受。在我们看来，腌海雀从制作方式、形态、气味以及食用方式上都极为逆天，臭名昭著的鲱鱼罐头在腌海雀面前都不值一提。但在长期生活在食物缺乏的北极的因纽特人看来，这腌海雀是他们等了2-3年才等到的美味。他们还会用腌海雀来招待贵宾，这是他们自己平时都不舍得浪费的食物，是一种美味珍品。让食物发酵是因纽特人储存食物的唯一方式。温带地区的人通常会用风干或者用盐来保存食物，延长食物的储存时间，像是鲱鱼罐头，将原本新鲜的鱼加工成这种臭名远扬的罐头，本身也是一种储存方式。因纽特人没有这些加工工具，无法对食物加工，只能让其发酵，吃腌海雀也是迫不得已的选择。